欢迎回来 Rider ATH，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。今天呢，要教你们怎样洗车，用扫把洗啊，这样子洗。你们有看过有人用扫把洗车吗？今天这一集你看不到，因为今天这一集我们还是会用比较正常的方式来洗车啦。以前我其实是有看过有人用扫把洗车的。我住在甘蹦的时候啊，有看过有那些安哥拿那个拖把，就是拖布的来洗车顶，因为有些 SUV 比较高嘛，是可以洗啦。不过就好像有一点不太尊重那辆车。我觉得每一辆车都是有生命的嘞，然后用拖把洗车好像怪怪这样，而且可能会藏有一些砂石。如果那个拖把是每天拿来抹地的啊，又拿来洗车，完蛋，那个车一定很多太阳纹了。那今天自己在新家洗车也是第一次啦。不对，不是第一次，我自己在前2天也洗了 iCar03啦。感觉在家洗车其实还蛮不错的，因为你不会出去外面遇到那种什么有吗 water wax 啊，感冒啊。然后他就心情不好了，乱洗。我知道他要赚钱，可是也不要心情不好啦。服务好来，我下次就给你洗我的 wax 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自己洗车了，省钱，省到就是赚到啊。突然想自己洗车，顺便拍一集，然后跟大家讲我准备了什么啦，就一个桶、水管，当然要有水啦，一片布，这个布啊 ，Mr. DIY 买的，还有我们的摄影师阿 Jeff 哥哥借我用的 Nano Shampoo， 个我没有用过 ，try 看看，还有它的 Carvix 的 Quick Coating， 就是 try 看看啦。其实我们知道洗轮胎哦，最好不要用同一片布啦，因为你洗车身再洗轮胎，这样这个布就肮脏了，所以我会买一个刷子啦，这个刷子的标签都还在 ，Mr. DIY 啊，我觉得继 Shopee Motorsport过后啊，一个很方便买到保养车会用到的一些器具的地方就是 Mr. DIY 了。Mr. DIY is the best。这个刷子很好嘞，它有一个大刷头，然后它还可以分出一个小刷头，这个小刷头就可以洗那种sport rim 啊，小小的位置去不到的地方可以用到。然后还有一个小 gap， 这个夹子我觉得洗车是用不上啦，不过既然它有给我就接受咯。这个刷子啊，3块7。超便宜的，你们可以去邻近的 DIY 买一下。DIY， 如果你看到这一部影片的话，我也是可以拍 DIY 内容的。OK， 洗车其实可以先倒一点进去，因为你倒一点进去的时候，你再放水，它就会产生那个 bubble。要放几多，其实我是不会啦，阿嘎啦。其实哦，专业的洗车方式啦，我看很多中国频道哦，他们都用那种一个网在下面的砂石啊，它会沉在那个网下面，你就不会重复的拿到那个砂石来洗你的车。刚刚我们讲的太阳纹呢，就是因为你的布肮脏，你的布如果上面有砂石的话，你重复使用，刮蹭到你的车的那个 lacquer， 你的车的 lacquer 就会花掉，花掉过后就会有太阳纹，而且很多人洗车是这样转的嘛。那我这辆是红色车啦，其实还好啊，比较难照顾的车通常是颜色越深越难顾，深蓝色、黑色、深灰色，好像 MyV 的那种灰很难搞。反正我觉得啊，白色还容易一点，因为白色太阳纹不明显，只不过它会有下雨过后的泪痕，那个就要照顾，不然你的车会很丑。我忘记一个重点了，我们应该要把车整辆弄视线啊。这个水管其实很好用啊，我在五金店买的，200多块，然后它是可以这样伸缩的，长度我觉得是很好啦，它很长嘛，然后平时又可以收得很整齐，然后你再拉一下，它就可以卡住这样子，好像拉太多出来。然后这个头也是它附赠的，可以换各式各样不同的花洒头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，很多 pattern 啊，我喜欢用这个，它是扇形的，所以以我看那些老洗车的 pattern 啊，他们通常都是用那种 water jet， 当然水啊比较大啦，就可以洗到比较透彻。这种普通住家水呢，就比较小那个水压，所以洗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点。不过既然是自己在家洗嘛，就将就一下咯。如果有钱，可能可以安装一个 water jet 这样子。弄湿了过后，跟刚才一样，由上到下啦。我是习惯用上到下的方式，就是从车顶开始抹这个肥皂啊。这种sedan车就还好啦。前2天我洗那个iCar03啦，哇，老伟要占椅子，那个真的是有点太高了。然后洗到车窗的时候呢，这个玻璃的位置啊，还有就是你可以顺便检查一下你的 wiper 的 rubber 是不是粗了，你可以用手指去感受一下。因为上面有一些树枝啊，这个树枝卡在上面，然后你又开wiper，它一直摩擦，它会把它弄花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换上一个新的wiper。那wiper也是有准备好啦，当然这次选用的就是这个来自 Droplet 的wiper啦。它的包装里面还有配有一个研磨剂啊，这个研磨剂就是假如你的车窗啊、镜子有很多硬水痕的话，
你可以用这个来 polish 的，让你轻松的清理你大镜上面的一些肮脏杂质还有油膜。就算你在雨天开车，只要你的时速超过80公里以上啊，你的水珠就会自动飞掉，真的 very good job 啦。这个 wiper 是有 aerodynamic 的功能，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会撞风嘛，这个风啊把这个 wiper 顶下去，从而扫水的时候可以有更好更高的效率啦。那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 droplet 的 wiper 的话，非常简单，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可以找到一个 link， 点击进去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droplet wiper 的价钱了啦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回到今天的影片主题啦 ，Let's go！ 啊，这个肥皂水呢，我们的 RJF 狗狗啊，他就跟我讲啊，它是中性的。中性是什么意思懂吗？中性就是不明。石斑อยู่ไหน石斑อยู่ไหนไม่รู้กลัว石斑หลงป่า。不是中性的意思是它没有那种腐蚀性，它不会腐蚀你的车漆，不会腐蚀你的 PPF、你的 coating， 所以如果你自己在家洗的话，还是可以比较保护你的车身的漆料啦，没有这样容易损坏，也没有那么容易硬化。以前我住 condo 的时候呢，就没有什么机会自己洗车啦，现在住 landed 了，就有这个比较好的洗车的条件。就可以自己洗车。如果去外面洗车啊，洗一次35块，包括我的 wax 的话，那我一个月如果洗2次、3次，那边就差不多100块了。那100块，我买一下这种自己洗车用的用品才多少钱？而且我肯定半年内都用不完啦。自己洗车还是比较划算的。讲着，我又不小心从车顶又洗到车底了。这个布啊，肮脏了，记得要清洗一下，射一下水，然后再沾过那个新的泡泡，不然你的车就会有那些沙石卡在这个布料上面。跟你的车一起刮蹭，就变成太阳纹了咯。然后你看，哦呦，那个泡泡好像给车洗泡泡浴这样。OK， 我要洗完了，等下就是一连串的涉水。洗车其实很累的，因为啊，你不够快的话，那个泡泡会干掉。所以你看，我又跑回来洗这个 bonnet， 要赶紧用最快的速度。所以你看，洗车店2、3个工人哦，不是没有理由的，因为洗车真的是有一点累。那些阿邦赚了35块，扣掉料钱还是值得的。也是一样啊，由上至下，泡泡才会往下流，然后泡泡往下流，就会顺便把肮脏的一些灰尘啊、沙石啊，通通带走。我觉得我的沙嘎现在是全马最美的沙嘎了，因为是我自己亲手洗的。其实洗车我觉得最累就是洗 rim 了。其实我的这个 rim 也不算很多支啊，那是一支啊，不想去洗，很累啊。30多，差不多要40岁的人洗一个车全身汗，很久没有做运动了，要运动起来。这个也是一个运动来的，又可以把你的车变干净。何乐而不为？我有一条小小的马车布，经济允许的话，你可以买那种大条的毛巾。Jeff 来解救我了，虽然比我的小条，可是他讲比我的厉害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真的嘞，不错他的那个吸水厉害耶，蛮强一下的。果然是未必小条就不厉害哦，小条也可以很厉害的哦。马车布啦！你们这些头脑不干净的人，看什么都不干净。我们洗完车了，洗完车我要总结3个重点。自己洗车的话啦，第一大重点 ，Number 1， 一定要有的。如果这个条件不允许的话，自己洗车会很辛苦。就是你的卡巴要有风扇，这个太重要了尤其马来西亚这种炎热天气啊，你的卡巴有一个风扇，洗车还是比较好，因为你没有这样热，而且抹了过后有风吹，它干得比较快啊。第二重点就是很多人忽略的，洗了车啊。我不要抹啦，反正都干净了嘛。错。第二重点就是你洗了车过后，你一定要抹车，你把你的车抹干过后，才不会留下水痕，这个很重要。尤其如果你用不好的洗车液啊，那个水痕会更明显。比较好的洗车液，它不会这样容易残留。这个我用到是不错 ，good job。我会放在影片下方啦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 Shopee 找，我没有 commission 的，也不是广告啦，就我觉得不错啦。然后第3个重点就是啊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少做运动啊，平时也没有什么运动的机会，可以洗车。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运动，可以把自己全身上下活动起来，流一点汗，至少可能没有这样容易生病啊。OK， 大概就像这样啦。所以我相信今天看影片的朋友，应该有更多比我更加专业的洗车经验更丰富的朋友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，教我怎样把车洗得更好、更有效率、更轻松。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，Goodbye。看不到，哇，很滑嘞，那个洗车液。我的手指都没有摩擦。From Sapine
to the streets, push it to the edge. Feel the G-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's edge. Don't talk to me.